俄罗斯的新型隐身战机苏75现在正面临着难以为继的局面。那么这是怎么回事呢？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天少。近日，苏75战斗机的研发企业正式求助于国内，希望俄罗斯的国防部能够对这款战机感兴趣，以求能够获得支持，得到研发资金。早在今年9月份，俄罗斯的副总理就曾经表示，不排除未来采购这款战斗机的可能性。毕竟，俄罗斯正在铸建装备的苏57是一款重型的隐身战斗机，它的单价比较高。如果新一代的轻型四代机性能能够过关，那么就会成为苏57很好的搭档，两者高低搭配可以共同发挥作用。但是在军费有限的情况下，俄罗斯的苏75将军战斗机如果没有办法得到国外客户的投资，那它会不会夭折呢？这一点呢，确实是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因为苏75经验亮相的时候，当时呢，很多国外的用户看好这款外形比较奇特、具有较强隐身能力的先进战机。但是经过深入了解，就发现苏75目前并没有得到俄罗斯政府的大量投资，开发这款战机基本上是企业行为。那么它最终能否搞成，恐怕很大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就是资金。如果没有资金，那它就很难继续研制下去，或者是呢，即使是研制成功，也需要经过一个相对漫长的阶段。苏75哪怕性能再好，如果它没有上天，现在的一些潜在客户呢，就可能会采取观望的态度了。因为如果你没有研制成功，首飞上天，并且装备俄罗斯的空天军，那么我凭什么买？对这款综合性能目前还未知的战斗机，外国的客户会不会为它预先投资，让它能够顺利的开发下去？现在呢，恐怕还存在着比较大问题。最有效的解决办法，那就是由俄罗斯国防部门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企业继续为它投资，将该项目呢，推进下去。如果半途而废，那么最终前面的研发费用恐怕也都会打了水漂了。在这一点上，俄罗斯由于国内的经济情况并不景气，因此呢，它存在的未知数也就更多，和中国相比，确实是不在一个台阶上。如果中国决定开发一款单发的中型隐身战斗机，那么由于我们的经费相对来讲比较充足，而且呢又积累了大量的研制隐身战斗机的经验，因而它的研发速度恐怕会比苏57更快。那尽管现在国内还没有任何一家企业说我们要开发一款具有先进水平的单发中型隐身战斗机，但是一旦由某个部门做出了决策，某个企业或者研究所愿意承担该项目的开发，那么它的研制速度很可能就会超过苏75。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一些潜在的客户会不会转向中国，这个呢就很难讲了。何况中国现在已经有了一款双发的中型隐身战斗机了，即使是 FD31的改进型，它的吸引力恐怕在某些方面也要比苏75更大。那么苏75现在的最大的宣传噱头是什么呢？那就是单价。它号称呢，只需花不到3000万美元就能买到一架苏75。当然，最终这个承诺是否能够兑现，恐怕还需要继续观察。因为从技术发展的情况看，这么便宜的隐身战机，全世界恐怕都找不到，除非苏75采取别的一些简化措施，真的能够把单价压到3000万美元左右，它才可能有更大的吸引力，从而吸引更多的第三世界国家来采购这款先进的战机。但是这要有一个前提，就是首先能够研发出来上天试飞。如果这个节点你达不到，那么后续的问题就免谈了。可见俄罗斯的新一代中型隐身战斗机苏75
最后能否研制成功占领世界市场，关键要看其研发经费能否到位。好，今天的介绍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